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，却偏偏要用实力打拼。在中国格斗被老外肆意践踏的年代，他独挑大梁，捍卫中国搏击的荣誉。面对嚣张老外毫不留情，无论是倒拔垂杨柳砸断韩国选手的脖颈，还是血怒叠满扭断小日子的手臂，又或者是乱拳打的美国选手生活不能自理，每场比赛都精彩绝伦，堪称暴力美学，犹如猛虎下山一般，令老外闻风丧胆。也正是因为他下手太狠，惨遭外国赛事方永久禁赛。即便如此，杨建平暴揍外国选手的威名依旧是家喻户晓，更是广大拳迷心中永远的中华虎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杨建平暴揍美日韩三国选手的经典比赛，每场比赛都精彩刺激，看完包爽。出场排名不分先后，全靠辈分。首先出场就是孙子辈的韩国选手赵仁信，吃泡菜长大的他在一众韩国选手当中绝对算得上高手，在 Top FC 当中8战7胜拿下金腰带，来华挑战扬言要横扫中国拳坛，将杨建平打成残废。对于各国选手的挑衅叫嚣，杨建平早已免疫，他只知道用最狠的拳头教其做人。比赛正式开始，杨建平马上展开强猛攻势，连续大摆拳步步紧逼，赵仁信被揍得节节败退。然而杨建平却得理不饶人，连绵不绝的进攻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随后下前抱摔展示他那强横的爆发力，韩国选手只感觉天旋地转，然后就被杨建平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不过这家伙能成为冠军也确实有2把刷子，在劣势中扳回一城，站了起来。随着比赛进行，杨建平越战越勇，再次下前抱摔将小泡菜扔出擂台，随后雨点般的重拳倾泻而出，可惜裁判不给力出手阻拦，否则这一波绝对能把韩国选手直接带走。虽然有裁判相助，但韩国选手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他自以为拿到断头台就能反败为胜，可惜单臂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杨建平造成威胁，不出3秒杨建平就摆脱了控制，并且还顺势拿到了上位压制。要知道地面才是杨建平的拿手好戏，至少有5个小日本被他扭断手脚。在扭打过程中，杨建平的锁技已然成型，死死卡住韩国选手的脖颈，开始发力。他很清楚这一次凶多吉少，吓得嗷嗷乱叫求放过，只可惜杀红眼的中华虎根本听不到。当他2条手臂搭扣之后，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，强烈的窒息感让他满地打滚。裁判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出手终止了比赛。如果再多给杨建平2秒，小泡菜怕是要被扭成榨菜干。就这样，杨建平轻松 KO 韩国选手，拿下胜利。要荣誉，努力向前。我是中国综合格斗运动员杨建平。接下来出场的就是儿子辈的日本选手谷山文龙，这家伙文龙画虎，自称是日本山口组大哥，仗着混过几天黑社会就横行霸道。此次前来扬言要让杨建平躺着下擂台，殊不知中华虎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，一遇到小日本他就控制不住自己。比赛开始后，杨建平就迫不及待打入内围，他要用自己最擅长的地面技速战速决，日本选手根本就抵抗不住他那强大的爆发力，挣扎了几下就被摔倒在地。一个小混混也敢来张牙舞爪，简直就是厕所里打地铺，离屎不远啊！杨建平强大的压制力简直无可匹敌，日本选手就像是一个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，7成未成型之后更是在劫难逃。谷山文龙龇牙咧嘴拼命挣扎，可惜杨建平的身法神出鬼没，不断调整身位持续压制，在连续砸拳之后迅速拿臂施展十字步，吓得日本选手赶紧拍手投降。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速战速决，日韩选手根本不是一合之将，这就是中华虎杨建平的强悍实力。在杨建平连斩日韩选手之后，美国拳坛坐不住了，他们派出了地下黑拳高手卢卡斯。此人虽然没有俱乐部，但多年在黑市拳坛摸爬滚打，实战经验非常丰富，狠辣的打法被冠以杀手拳王之称。此次来华就是要给日韩选手撑腰出气，殊不知他早就上了杨建平的必杀名单。比赛开始后，杨建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内围，蛮横的拦腰抱摔将远比他高大的老黑摔翻。杨建平的强势崛起早就让老外忌惮不已，因此制定了很多针对性战术，试图避开杨建平的爆发力和地面缠斗。只可惜那都是纸上谈兵，杨建平的3板斧就算是名牌也无人能敌。此时的卢卡斯被打得措手不及，赛前制定的一系列战术根本没有发挥空间。
杨建平一如既往的生猛，拿到骑乘位之后立马展开砸拳肘击，每一招都凶猛凌厉，看他这架势是准备给老黑开瓢治疗。看着自己的队员被揍得生活不能自理，卢卡斯的边角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直跳脚。他大声呼喊老黑振作起来，结果他喊得越大声，杨建平就越兴奋，铁拳犹如狂风骤雨一般落下。被连续砸击的卢卡斯只感觉脸部火辣辣的疼，竟主动转身接受背部治疗。杨建平也是毫不客气，双手一掏就开始做裸脚。此时的老黑感觉自己魂不附体，根本做不出有效反抗，竟然再次翻身露出致命破绽。杨建平见缝插针，裸脚成型。3秒钟的时间再一次降服对手，杨建平真乃拳坛英雄，不仅征服了一众拳迷，更是征服了颁奖女郎献出香吻。这么霸气的中华虎你爱了吗？